我是真千金。林家找到我时，我正在小吃街卖烤肠。为衬托假千金的优雅高贵，我被塞进一档恋综。其他嘉宾为饭钱发愁，我靠摆摊卖烤肠，日进3000，爆红全网。网友评论：黄金脆皮烤肠看起来好香，我要狂炫10根。你们没发现副总看江宁宁烤肠的眼神好宠溺吗？ KSWL 什么？当副市总裁夫人，别耽误我卖烤肠。100、200、300，今天赚了876块钱，开心。这个月已经赚了8000，再来10万就够付首付啦。我嘴角的笑容还没放下，一辆劳斯莱斯停在我摊位旁。这里不能停，我话音未落，车上下来几个人高马大的保镖。大小姐，林先生派我们来接你回去。我把竹签摞起来，不回。嬷嬷去世前把我的身世告诉我，我是被林家保姆调包的真千金。那个保姆家里很穷，养不了那么多小孩，又重男轻女，便把我扔在荒山上。我被上山采药草的嬷嬷捡到。嬷嬷去世后，我一个人过，这些年卖烤肠也过得有滋有味，吃穿不愁。即使知道林家是数1数2的豪门，我也没想过认亲。我的亲人只有嬷嬷一个，那点微薄的血缘亲情早已被时间冲淡。保镖一人架住我一个胳膊，不由分说把我塞进车里。得罪了，小姐，行吧，我倒要看看。林氏千金都跟副市总裁订婚了，林家还要找回我干嘛？刚到门口就听到啜泣声。婉婉，你永远是妈妈的乖女儿。穿着墨绿色旗袍的贵妇用手帕给林婉擦眼泪。她穿着白色的蓬蓬裙，栗色长卷发上别着珍珠发夹，不愧是2线小花，梨花带雨的样子，惹人怜爱。戴着金色腕表的中年男人打量我，眼神掩不住的嫌弃。婉儿会华尔兹，一反英3门外语，钢琴10级，你会什么？琴棋书画样样不会，会卖烤肠就能当富家的女主人吗？不是我偏心婉儿，你这样我实在拿不出手。我身上的黑色围裙还没来得及脱，就被保镖推上车，再加上卖了一天烤肠，浑身都是油烟味，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嬷嬷卖药草养我，2人1个月也就600-700块钱，吃穿用都紧巴巴的，哪有闲钱学这些？林谭生扔给我一沓纸，把合同签了。我拿过合同，哟，还挺大方的，10万封口费。原来是担心副市发现林婉是假千金，特意让我闭嘴呢。见我还在犹豫，林谭生补充道：10万够你花了，别去卖烤肠了，我在公司给你找个职位。我堂堂林谭生的女儿去摆地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勾了勾唇，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有什么好丢人？把手里的合同撕碎。要说丢人，哪有你卖女儿丢人？林氏这几年收益不好，跟副市的婚约公开后，股价暴涨60%，还借着这层关系拉到几个大项目，一夜翻身。不孝女！林谭生指着我，气得手指直哆嗦。我转身出了林家，说没有犹豫是假的，有那10万我就能付首付。但林谭生高高在上的口气实在让我厌恶。哼，谁他妈稀罕？闺蜜的消息把我拉回现实。宁宁，你上热搜了。我急忙打开热搜榜，都冲到热搜第1了。井号烤肠西施，井号烤肠美女，井号小鹿喜欢吃烤肠摊主，井号点进去是一个 ID 叫小鹿喜欢吃的吃播博主在我摊位直播的视频片段。我想起来了，这个博主是我的老主顾，前几天来光顾我的生意，我多送他2根，应该是那时候入境的。我滑下去看评论，小姐姐这个颜值不进娱乐圈可惜了。求地址，我也想吃，主要是为了烤肠。楼上你扪心自问，到底是为了烤肠，还是为了摊主手动狗头？老板长得好看，手法也很专业，这蘸料一看就很香。我正陶醉在网友的彩虹屁中，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打进来，
你好，我是好喜欢你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想邀请您参加我们节目，不知道您是否有兴趣了解呢？好喜欢你是草莓台今年最热的恋综，大咖云集，有艺人也有富二代。特别是公布了林婉儿和富士总裁傅然之要参加的消息后，热度更上一层楼，图榜好几天。我可不想跟林婉儿共事，我对她没有恶意，毕竟当年的事也不是她的错，主要是太尴尬了。我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节目组加了一句：通告费100万，签完合同就能打给您，等等。也不是不可以，我接，到时候避开他们俩，安静当我的素人背景板。节目组行动很快，刚签完合同，我手机就弹出到账消息，下边银行尊敬的客户，草莓公司于1月2日16时向您的账户尾号3574完成转入为100,000,000。困到不行的我爬起来，登上手机银行 App 确认余额，心满意足躺回被窝。100万，100万，加上之前传的，别说首付，全款买镇上的一套房都够了。要是嬷嬷也能跟我一起住新房就好了。这档好喜欢你恋综采用直播形式，美其名曰保留嘉宾真实互动。我到录制的别墅时，其他大咖已经到了。傅然之穿了褐色夹克，内搭条纹衬衫，坐在主位，林婉儿坐在他左手边，右手边是顶流爱豆谢朝阳。饶是我这个不混娱乐圈的人也看出来他们在巴结傅然之。傅然之一出手都是几个亿，谁不想巴结他？跟他们打过招呼后，我便坐在角落，安心当起我的背景板。林婉儿拉着傅然之聊海顿、莫扎特、巴赫，可傅然之一副兴致缺缺、爱理不理的样子。林婉儿自找没趣，便把目光转向我。我最喜欢海顿的 C 小调钢琴鸣奏曲，曲风欢快活泼。宁宁你呢？突然被 Q， 我摇摇头，没听过。谢朝阳仿佛发现新大陆，语气夸张，不会吧？居然有人没听过海顿的作品？那可是交响乐之父。林婉儿却格外体贴地解释道，宁宁的职业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的，看直播很多是谢朝阳和林婉儿的粉丝，跟着炸开。考场戏时脑子空空，节目组为了热度请他，把整个节目的档次都拉低了。考场戏师没上过大学吧？这种小摊贩一般很早就出来工作了。我替别人尴尬的老毛病又犯了，女孩子还是要多见见世面，别老想着挣钱。婉儿好好，还帮他解围，什么人美心善的小仙女，呜呜呜。我擦掉手上的薯片碎屑，对着他们俩问道，你知道烤肠用大火还是小火吗？林婉儿、谢朝阳一愣，齐声道，不知道。我又接着问，你知道烤肠要用什么油吗？谢朝阳嗤笑，知道这个干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又问，你知道要用多少度改花刀，烤肠才会开花吗？林婉儿和谢朝阳沉默了。我接着说，你看，你们连这些都不知道，在我眼里，你们也是没见过世面。你们的世面是海顿、莫扎特、巴赫，我的世面是烤肠要有小火、大豆油、45度改花刀。世界这么大，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亏得一隅。世面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和古典乐，也可以是烤肠的改花刀。你见过的就是世面。我说完，弹幕安静许久。一旁安静的傅然之却带头鼓起掌来，现场工作人员也跟着鼓掌。在我没注意的时候，热搜井号世面，江宁宁井号火速窜到热搜第5。沉寂许久的弹幕突然炸开，我去，江宁宁讲得好好，格局打开。没人扒江宁宁的学历吗？上过大学也不一定有这种眼界吧？不用扒，江宁宁是我们村的村花，上了2年大学，家里人去世后就辍学了。林婉儿还有脸提人家的职业，人家靠自己挣钱，比你这个拼爹的资源咖好多了。笑死！谢朝阳当爱豆之前是 Tony 老师，装什么杯啊，高高在上的样子，让也整笑了，都没有看不起 Tony 老师的意思。不过这些弹幕很快就被林婉儿和谢朝阳的粉丝刷过去，
满屏都是感谢关注，期待谢朝阳新专辑 Waiting for You。我们玩满满少女感和豪门小公主林婉。林婉眼圈红红，宁宁，对不起，都怪我心直口快。谢朝阳则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怕场面太尴尬，节目组把下个环节提前。接下来是分组，系统随机抽出2名男女嘉宾进行配对，配对成功的男女嘉宾合作挣钱，作为浪漫基金公约会使用。我和傅然之一组，谢朝阳和林婉一组。其他恋综都是自己选心动对象，草莓台最擅长营销炒作，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他们居然会放弃傅然之和林婉这对开播前就大热的 CP， 倒是让我挺意外的。不过导演要是知道林婉的粉丝会因为这件事在他微博下刷10万恶评，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请多指教。傅然之朝我伸出手，我下意识想往身上擦手，想起是在录节目，不是在卖烤肠，愣了一会，回握住他骨头分明的手。合作愉快，看着我们交握的手，林婉儿又气又急，当着镜头又不好发作，发泄似的咬了咬唇。今天是第1天录制，分完组，录制就结束了。镜头一关，林婉儿便冲过来挽住傅然之的手，眼神却往我身上瞟。然之，附近新开了一家法国餐厅，一起去吧。鹅肝跟我们留学时吃的味道很像呢，看着他紧张兮兮的样子，我只觉得好笑。我无意跟他争高低，可惜他对我似乎有敌意。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忍让，我又不是圣母。嗦粉嗦到一半，我接到林谭生的电话，马上退出节目，跟自己的妹妹抢男人，成何体统？妹妹，我是孤儿，哪来的妹妹？林谭生被我的话噎住，沉默许久，开口道：我在村里捐了2所小学，算弥补你这些年受的苦。我笑了笑，没有回他。说得好听，怕是用这些钱堵住村里人的嘴巴。没有听到我的回复，林谭生补充道：林氏危在旦夕，婉儿和然之的婚事绝不能出差错。爸不求你帮忙，只求你别来搅局，你就当可怜爸爸。宁宁，我冷笑道：你放心，我永远是江宁宁，林氏千金，谁爱当谁当。挂断电话，转身看到傅然之站在我身后，身边还跟着助理。不知道他站在这里多久，管他呢。我走后，傅然之跟身旁的助理说道：你去查一下录制第2天。节目组准备了一些工具供我们选择，1把吉他，1个烤肠机，2筐鲜花，4盒小饰品，还有一些水果。谢朝阳选了吉他，林婉选了水果，我选了烤肠机。傅然之却啥也没选，可能是看出我的疑惑，他指了指自己的头，用这个好狂的口气啊，小伙子，看他一副猛猛的样子，应该没逛过地摊，可惜了，要是在 CBD， 他的身材和长相还能兼职半天模特呢。没关系，就算他要咸鱼，我赚的也够我们花了。上次上了热搜，赚足热度，今天刚开播，弹幕就哐哐哐刷起来了。江宁宁路人粉来了，我要看烤肠西施烤肠。总裁什么都没选，是不是想吃白食狗头护体蛙哦？哥哥选吉他，可以听哥哥弹吉他了，呜呜，太幸福了吧。江宁宁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副总裁，哈哈哈，在心里吐槽总裁了吧。我扯了扯傅然之的袖子，指着前方的转角摊位，去那边。傅然之顺着我指的方向了然，推着小推车走。林婉拉住我：宁宁，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你不用走，我走就是了。我要去那边，不是因为你好吗？转角摊位人流量大，才能挣得多。节目组原先给我的摊位太偏了，人流量太少了。我懒得跟他解释，正准备胡诌一通。傅然之先我一步，市场营销4C 理论，第3个 C 是什么？林婉一时没反应过来啊。Convenience 便利。傅然之推着小推车，留下林婉在原地。这次林婉的粉丝没能压住看乐子的吃瓜群众，弹幕话锋一转，科普一下，
4C 理论的4个 C 分别是消费者 consumer、成本 cost、便利 convenience 和沟通 communication。便利就是给顾客提供方便，让顾客更容易买到东西。林婉不是有 MBA 学位吗？这个理论本科就学了吧？林婉的学历不会是买的吧？粉丝别骂我。总裁和江宁宁想到一块去了，你们这都不磕？什么都磕，只会嗨了我。我的脚趾已经在施工了，以为人家针对他，其实人家根本不把他放眼里。傅然之一本正经地给淀粉肠串上竹签，仿佛那不是烤肠，而是几个亿的大项目。他抬头看我，我爷爷是卖豆腐花起家的，没出国前一放假我就被他赶着去摆摊卖豆腐花。他怕我变成不知艰辛的20组，我打量他，豆腐花潘安。傅然之笑的手抖，辣椒油滴在衬衫上。抱歉，我看着袖口绣着傅的定制衬衫，心里一阵肉疼。傅然之轻笑，不必介意，是我的问题。差不多要开市了，我开始热油，准备开卖。傅然之却不知道去哪了。算了，不管他，挣钱要紧。人比想象中多，还好我早有准备。翻转，刷上酱汁，烤肠滋滋滋冒着香气。哇，你是烤肠西施吗？一个小伙子停在我摊位旁，要3根，多点孜然。谢谢老板。小伙子声音有点大，前面几个女生也转过头来。烤肠西施爱，我要5根。刷番茄酱2个小时后，烤肠都卖完了。我伸了伸酸胀的腰，看着空空的烤肠机，一阵满足感从心里炸开。导播话外音提醒，可以跟观众分享你的收获哦，怕大家看不清。我把收款界面对到摄像机前，今天赚了3246弹幕，却没人回应我，美颜暴击。这睫毛也太长了吧，皮肤也好白。大家好，这是我老婆，老婆辛苦啦。你们没有老婆吗？为什么要喊我老婆？老婆好棒，赚了好多，貌美如花，又赚钱养家。一个叫富士集团的黄历号刷了2个嘉年华。你们老板知道你们在摸鱼看直播吗？趁着导播把镜头转向林婉和谢朝阳，我转身进了附近的男装店。虽然跟傅然之同一个组，我没想真的跟他约会。节目组做死把他和林婉拆开，但我也不想跟着作死，怕林谭生一个激动做出什么事。我买好衬衫出来的时候，傅然之回来了。他左手拿了一沓红票子，右手拿着这个纸板。网上的资料说傅然之是跆拳道黑带，他什么工具也没有，不会去打黑拳了吧？给傅然之把红票子递给我。好家伙，居然有2000块钱呢！这放心，正大光明正的。傅然之指了指手上的纸板，上面写着 MIT 双学位，雅思8.5，英语补习1对1，每小时500，恕不议价。打扰了，是我想多了。看着上面的 MIT 双学位，我突然想起老屋抽屉里的大学毕业证。当时嬷嬷病情突然恶化，我把攒的学费都拿去治病，又跟邻居借了一些钱。不久后嬷嬷去世，我一边忙嬷嬷的丧事，一边卖烤肠挣钱，学业就荒废了。集合啦！导演拿着大喇叭喊话，工作人员拿出小本本。第一个环节成绩如下：林婉、谢朝阳组收入负300元，江宁宁、傅然之组收入5246元。恭喜江宁宁、傅然之组获得我们价值2万元大礼包，1份礼包有米星浩林3星餐厅情人套餐、海洋公园门票2张、Pochi 情侣卫衣2件。好耶，我还没去过米星浩林3星餐厅。林婉和谢朝阳一脸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全当没看见，只是纳闷，单单谢朝阳的吉他弹唱一天就不止300了，再加上林婉的柠檬水，怎么着也有400-500吧？怎么还能变成负的？真倒贴钱上班。沉浸在喜悦中的我，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被神通广大的网友扒出来了。收工后，我打开手机，闺蜜的消息顿弹出来，哈哈哈哈哈，笑死！谢朝阳唱歌跑调，被路人对爱豆没有调音师真的大咩。
林婉做柠檬水，没有去籽。你看这个路人，苦的都皱眉了。还有人喝了肚子疼，让他赔钱，这组也太废了。还是你们好磕嘎嘎嘎香，我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回复完闺蜜后，我点开热搜榜吃瓜，没想到吃到自己的瓜。热搜第一是井号江宁宁，身份曝光井号江宁宁，林婉井号江宁宁，林家井号林婉，假千金井号。一个专门关注豪门八卦的吃瓜博主放出我和林谭生的亲子鉴定书和林家全家福，支持亲子关系，生物学父亲。亲子鉴定的准确率一般是否定的，可以达到100%排除亲子关系，肯定的侵权概率大于99.99%。这句话还被特意圈出来，网友顿时炸开，什么人啊？亲生女儿在外面受苦，假女儿却吃香喝辣。突然怜爱江宁宁了怎么办？她的摊位在哪？我去支持5根烤肠。林婉粉丝看好了，你们家姐姐才是鸠占鹊巢的假千金。江宁宁是我们村的，小时候过得可惨了，瘦巴巴的。我还没看完评论，这个博主的微博就被删了，热搜也被撤得干干净净。林谭生倒是下血本了。我房门外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江小姐，我是节目组导演，有事跟您说。导演搓搓手，面带难色，因不可抗力，现在跟您提前解约，另外再赔给您20万的精神损失费。您看，我挑了挑眉，林谭生要求的，导演噎住，具体原因我们心中都有数。您给我们节目带来很多热度，其实我们也不想，只是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希望您谅解。导演话音刚落，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我1个月给你们开这么多钱，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嘉宾的。傅然之抬腿走进来，咦，傅氏还有文化产业吗？导演仿佛看到救星，对不起老板，林先生呐，我会处理。傅然之语毕，导演便很开心出去，还把门带上。第一次跟傅然之单独处在同一空间，我有点尴尬。傅然之先开口了，对着我道，婚约我也会处理。好嘞，我下意识点头。哎，不对，这是为什么要跟我说？见他要走，我翻到衬衫袋子递给他，他没有伸手接，我指了指他身上已经变淡的红油印子，比不上你身上那件，不过质量还行，你凑合凑合。傅然之指着衣服上面的 logo， 明天的约会还有钱吗？我摇摇头，没关系，我有。傅然之轻笑。傅然之行动很快，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就被林谭生的电话吵醒，大嗓门震得我耳朵疼。你跟傅然之说了什么？为什么合作项目都终止了？我没好气道，你的福气在后头呢。被吵醒后没有睡意，我拿出手机刷微博，热搜已经被这件事霸屏了。傅氏集团发出盖了公章的文件，宣布和林氏集团的合作全部终止。虽然傅氏付了违约金，但林谭生还是气得不行。看来他野心挺大的，不只要那几个合作项目，还想要副总裁丈人的名号，好继续拉更多项目。官博还转了傅然之的微博，宣布2家的婚约正式取消。接着就看到林婉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无法继续录制节目的消息。随后谢朝阳也退出了，理由是行程有变，录不了节目。不过评论并不买账，猜测他是因为唱歌跑调被嘲才退出的。娱乐圈真是太精彩了点 JPG 不对啊，那不就只剩下我和傅然之2个人了吗？我是傅然之，可以进来吗？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傅然之把2个餐盒放在桌上，蟹黄小笼包和紫菜小馄饨，试试看喜不喜欢。谢谢，我吃过了。我话音刚落，肚子里的咕咕声便戳穿我的谎言。傅然之嘴角浮起一抹浅笑，买多了，麻烦你帮我解决。于是我在一个美男面前炫起小笼包。傅然之清了清嗓子，和林家的婚约是爷爷备定的，我和他私下没有接触过。既然你不想回林家，和爷爷商量后，我就把婚约取消了。那我现在可以追你了吗？我从小笼包中抬头，啊，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和傅然之在海洋公园了。美色物啊，这是新斑刺尾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海域。傅然之指着一条胖乎乎、身上带着一个桃心的小黑鱼说道。我捧场地鼓掌，好棒！我其实没有注意听他在讲什么，只是在想他的眼睛真好看，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此时弹幕已经磕晕了。傅总是第一次约会吧？声音都在抖。之前跟林婉也没有被拍到同框，纯情 boy 罢了，大家不要拆穿，总在看小抄，哈哈哈。随200点 JPG 什么小学鸡谈恋爱，又尬又甜 KSWL 呜呜呜。录完最后一个节目，傅然之送我回去，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拦在我们面前，跟之前保镖停在我摊位上的是同一辆。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林谭生。林谭生看到傅然之，兴奋极了，脸上的肥肉激动的都要跳起来。傅先生，宁宁你真是的，怎么让傅先生送你回来？人家多忙啊！哈哈，搓了搓手。傅先生不喜欢玩不要紧，宁宁也是我女儿，如假包换。傅然之嗤笑。既然如此，那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告诉傅家吧。林谭生脸色一变，宁宁回来得急，正打算认亲眼跟您介绍来着，我转身要走。林谭生打起感情牌，宁宁，你妈很想你，昨晚都哭了一晚上了。我抽回手，妈妈呀，我只记得她第一次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冷漠又厌恶。林谭生还要拉着我，傅然之挡在他面前，我不介意，现在就让林氏破产。林谭生吓得油门一踩跑了。第一次看到温润如玉的他，眼神如何狠厉，我笑出声。你刚刚很像霸总文的男主。对秘书说，天凉了，让王氏破产吧。傅然之有样学样，天凉了，让林氏破产吧。哈哈哈哈，我笑得更厉害。傅然之把我的刘海拨正，现在心情好点了吗？该死的，我居然对这个男人心动。霸总上升点 JPG 2个月后，林婉宣布退出娱乐圈，林家也宣布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林谭生来找过我几次，不过都被傅然之派来的人挡了。如果你想，我可以注资。傅然之看着我怔怔的样子，语气带着担心。我摇摇头，每天都有公司兴起，也有公司倒闭，市场规律向来如此。而且你不早看出林氏单靠注资也就不火吗？傅然之拿出一摞资料，那看看这个，喜欢哪所，是国外各个大学的资料。我摸着铜板纸，带着哭腔，这……傅然之眉头微蹙，不喜欢。那换别的国家。看着他紧张的样子，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不是，是我英语不好。傅然之松了口气，没关系，可以捐栋楼。噗，你了不起。